我早便说过，老王外家的这些子弟，也就你还看得过眼。当年追随老王的那些勋臣工匠们，这些年都相继凋零了，而如今还能够侍奉在王家之前的，就剩下令公了。这样的年岁，活久了，未必是件好事情。操心完了国家，还要操心自家。再大的功劳，再尽的情分，经过3代人，还能留下多少？老王弘时的时候，中原天子还是李嗣源吧？是，当时是后唐明宗在位。石敬瑭这个娃娃，那个时候做了河东节度使。老王虽在病中，心思却还明晰，对先王说：“石敬瑭活不过太久，若他还能活着，李嗣源的儿子便活不过太久。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，翁婿2人倒是还有些情分，可姐夫和小舅子。”这份情便不大靠得住了。老王嘱咐先王，不要做兔死狗烹、鸟尽弓藏的事。跟着他打下江山的这些老兄弟、老臣子，还是要宽容些。莫要让这些个人，莫要让大家伙没了下场。当时你也在吧？赵全当时在秦从第1都当都军头，护从王家。乌苏王确有此番遗教。先王厚道，愿意听老王的话。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是很感念的，也便尽心竭力的去辅佐先王，这就有了这10年来的安稳日子。可惜，先王红得太仓促，很多话不及后人交代，年轻孩子经的事少，难免会觉得这个家业本来就是他家的，并不知老一代辛苦凶险，所以这份情分渐渐变淡了。令公诚然说的是，不过吴越却不是中原啊。萧山大营是7郎去的还是9郎？是9郎军。咱们这位小大王还不算糊涂。那若是7郎军去，又如何呀7郎长到现在这个岁数，就没出过王籍。若是他因业多军，军中法度森严，又有沈城里这么个规矩娃娃守着，他怕是连军营大门都进不去。9郎去，沈城里便有些头疼了。人齐了，念吧。大王教命，王帝检校司空、内衙诸军指挥使洪处，聪锐勇毅，晓之刚略，文穆王时数称褒誉，承逆兄以昭忠义，诛贪暴而靖州县。可内衙马步军
右统军使，都点检西府、萧山、钱塘水陆马步诸军事，整饬营务，严肃纲纪，全防御，守捉，捕盗诸事，主者施行。老沈，方才在营寨之外，还夸说你讲规矩，行军立寨法度森严，便如此不经夸吗？末将小人等参见九郎君。我倒不知九郎君是个什么东西，是何品质，是何差遣？军中行参礼，除了将帅之外，还有郎君一说吗？末将军中无状，请大帅治罪。兵是你的兵，将是你的将。有规矩在，有军律在，都要本帅来治罪的话，国家养你这个将主，又有何用？军中妄语，杖10；军中无状，杖20，30杖。来人呐，拉下去！啊，拉下去！帐中妄语，军中无状，你倒是会心疼人啊。若是依着不遵主帅这一条来治罪，这些人怕是要砍头的吧？还请大帅开恩。本帅不爱杀人，只是军中令行禁止，刑律森严，做错了事，用错了典，便不能不罚。错用军典，治刑不当，杖20。末将领罪，多谢大帅恩典。军中的事其实简单，你只要拿捏住了为首的，便拿捏住了这一军。沈承礼跟随六令公在苏州治军多年，久经风浪，要拿住他不容易呀。九郎君若是去夺沈承礼手中的兵权，此刻他已经死了。如若你去，你会如何做？啊？哦，萧山大营沈承礼部下有4个指挥使，9个副指挥使，我笼络这13个。行了，噎死了，在人家大营里，当着人家的面，向人家的兵施恩卖好，你以为沈承礼是死人吗？人家的兵，人家的将，你是求人家去办事情的，人家还担心你趁机夺了他的兵权。姓钱又能如何？手里有大王的教命又能如何？你就是攥着兵符令箭，满大营的吆喝。人家那是财货人情，养了几十年的兵和将，那是沙场上一道斩头立血，拎着自己的脑袋去看别人脑袋的，这是比骨肉血脉姻亲还要牢靠万倍的生死兄弟。你说结交就结交了，你说笼络就笼络了。那以令公所见，九郎君
该如何做，才能够让这沈成礼奉教听命啊？他在乎什么，便给他什么；他担心什么，便让他放心。他的病，他的讲，伤由他自家去伤，发由他自家去发。要施恩买好，也让他自家去施恩买好。坏人你来做，好人让他自家去当。尊卑上下，情义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人家也轻松，你的事情也做得了。都怪我的糊涂，连累了太尉。哎呀，慢点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九郎鞭此来，本就没存着善心，如此挑剔苛责，不过是想借题发挥罢了。便是大王来到军中，也要讲道理人情。如此无事生非，即便大王来了，是。给我闭嘴！军中没有大王，没有郎君，只有将帅军相。此事本就是咱们不善，若再口无遮拦，休怪我不念往之，否则请分。大水虽然年轻，却是个经历过战事的，有种规矩。此番他奉王教而来，收获平服，生杀予夺，皆在他一念之间啊！都给我仔细些，小心伺候。是。回禀大帅，末将等领刑完毕，特来交令。保德门至博弈坞这条官道上，布下半个多的兵力驻守，要立营垒、设卡子，盘查过往人等，禁绝行止。碧波亭水寨这儿，去1个多的兵力给我看住了，防止贼人从此处上岸，骚扰南城。博弈坞派去半个多的骑兵和1个多的步兵，将航站、码头、余杭酒肆、坊市、仓储都给我看住了，禁绝人员出入。今日夜里这趟差事，不要尔等杀多少人，砍多少颗脑袋，算多少斩首，要的是周详细致，要的是不该死的便不能死1个人，不该逃的便1个人都逃不脱。不滋事，不扰民，看的是诸将的能耐，更是忠心。吃了钱家和吴越百姓这许多年的老米饭，望诸君自家都掂量掂量，这趟差事要如何做，才对得起自家的良心。你来。后面的事，用什么人，怎么用，调哪支兵，办哪个差事，讲谁罚谁，怎么讲怎么罚，都由你自家说了算。我能做主的，全都依你；我做不了主的，你草拟奏章，我来领衔向相府和大王奏请。安排。
接下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大帅的军令已下，你们是没听见吗？邓德月，在。封锁宝德门外道路，绝禁行人。诺。箭头，在。你率700骑兵驰援碧波亭。诺。王鄂，在。你率军直趋博业坞。若是跑了一个人一条船，便让你的中军提着你的头来见本将。诺。快去！你救了自家性命，也救了众将的性命。末将惭愧。若来得及，说不定还能救下胡令公。今夜王宫的局面，不是大王手中有没有兵，而是大王敢不敢用将。说白了，大王敢不敢信？那大王会信谁呢？你们是亲戚，你觉得大王敢信谁？林公，如何算信啊？信就是信，不信就是不信。在军中，做事情干脆利落，快刀斩乱麻。信，便用；不信，便砍了。哪有那许多啰嗦的？做大事最怕的就是犹豫狐疑。工部尚书胡景，全浙东营田大使，这算不算信？不算，这分明是不信。既然如此，那水丘就去大王那儿复命了。我老了，便不送了。站住！父亲，小心此人有见识有胆识，对王室忠心，心思机敏，能察人心思，一谋亦能断。我死以后，你们斗不过他。儿子本来没争没斗，是父亲一直在争在斗。果然是个蠢材。胡令公所为，纯为自保。是，这是臣的判断。胡府内，家丁披甲持械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就连胡令公自家都披了甲，这是为了自保。是。与程昭月暗中勾连，明知程昭月预谋不轨，却既不奏告也不阻止，这是为了自保。眼见着程昭月在亲从亲卫6都中大肆收买笼络军左将卒，他以国家重任，上统军使之尊，坐视姑息，甚至暗中助其行事，这也是为了自保。是，这都是为了自保。大王，请深思。今夜之前的陈昭月，与今日之后的陈昭月是不同的。水丘公的意思，孤听明白了。说到底，还是孤做错了事，用错了人。大王，今夜之前，陈昭月是深受大王信用的内都监视，收买笼络禁军将佐，在外人看来，那不是陈家自家私下的行径，是大王的授意，是大王
越过执掌兵权帅印的统军使，派程昭岳以财货去笼络军中将佐，使大王以诡域隐私的手段侵夺将帅之权。程昭岳是大王亲拣信用之人，他与胡令公勾连，胡令公只能是认为也是大王的授意。即便程昭岳说明了要图谋不轨，但是在胡令公这样的一位不被大王信用的老臣众将看起来，那也只是大王对胡令公的猜忌和试探，甚至是更加恶毒的图谋与构陷，是请君入瓮，是引蛇出洞。君臣相议若此，古之过也。今夜的请示，洪雷公也只能将家丁聚集起来，就算顾不了大局，总守得家宅清宁，不受贼人的滋扰冒犯。故这些年亲近性命，疏远老臣，与胡令公之间生了嫌隙，这才令程昭岳这等贼子有了可乘之机。水秀公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大王有教。臣胡进思，恭领大王教命。觉尔功臣兴略两朝，辅弼圣主，招讨宵禁。本宫有妙想之诺，元帅有事主之诚。内衙马步军上统军使胡敬思，九份王氏、荣英两朝可大司马权。内外诸军事，京畿州县，军中将佐，西应提调，营中诸务，故不遇也。大司马，臣胡进思，谨奉大王教命。我书兵符在此，请令公入衙试事。给老夫备马。父亲年纪高迈，还是乘车安全。你们见过骑不得马的大司马吗？备马！末将等参见大司马。老夫受大王教命，提调内外军马，整饰京畿防务。自即刻起，锁闭罗城各门，官民人等不得出入。没有老夫的军令，便是手持大王教命。眼先与我拿了再说。诺，谨遵大司马号令。今夜王都不进，有贼人图谋不轨。自此刻起，全城宵禁，内衙各都要派出人手上街巡查。但凡有人上街，不管是官是民，先与我拿了再说。待到天明再行甄别。若是有人胆敢抗拒，就地扑杀，不待后命。诺，谨遵大司马号令。诸将务必仔细办差，忠亲王室。怠慢轻忽者，斩。
我下等谨遵大司马号令。少不前，莫教在，你出城去，与九郎军联络，问问他那里事情办得如何了。若是军中有人胆敢不听九郎军的号令，你不必回复，拿着老夫令箭，直接斩了。诺，末将领命。马步军司那边传来消息，胡金司拜了大司马，接管了内外兵权，下令全城宵禁戒严，所有的官民人等不得出入啊！答辩在即，小大王居然有胆子了。城外秦淮社那边可有消息？没有。待等。时间太短了，来不及了。各地的人手到齐了不到3成了，大约还有7成还在路上呢。李元清那边有500黑云长剑都老卒，若真动起手来，王都这些没有见过血的少爷兵，未必能拦得住他。你说奉萧山营大帅，九郎军军令，何义务戒严，市民人等不得出入行走，违者立斩。都头，我混出去看看情形吧。老实待着。支部，这是哪个营头的兵？上，就地格杀！大帅，内外皆已就位，不曾有异动。本帅不爱杀人。学文，在，你去求见江宁秦淮社大东主李元清，就跟他说，当年周中欠债的故人相邀，请他一步出来说话。欠债的故人，你家郎君真的是如此说的？东主明鉴，一字不差。从不曾听说过谁家债主要屈尊去见欠债。若你家郎君当真有心，便劳请他这个欠债的屈尊来见我这个债主。此人也忒无礼，这明摆的是窝藏祸心的。大帅，你乃一军之主，断不可轻刀显烈啊！他身边有多少人？只有一个身材健壮的汉子，当年郎君在船上也曾见过他。安元说的也有理，那我自家也去见他。大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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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不可呀！大帅，大帅，不可啊，大帅。这儿的兵权交给你，天亮之后，若我还没有出来，即刻进剿。若到时候我死了，便替我报仇；若我还活着，便先杀了我。我钱弘处断然不做质子。大帅。